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真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澳大利亚想和美国同进退，对不起，你死了，他也不会死。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现在一说澳大利亚，我总觉得他们的文化特别神秘。换一个直白说法，我真不知道澳大利亚这帮政客脑回路是怎么长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呢，最近发表了一个豪言壮语，说如果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澳大利亚决心跟美国共进退。那就是把美国当成一个结义大哥呀，不管美国对中国怎么表态，澳大利亚都要加一句俺也是。这是一脸的不求跟美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跟美国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就是澳大利亚人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一点。这个美国这么多所谓盟友里边，涉及台湾问题，不管有多少小算盘，没有一个敢轻易言战的。就连日本也只是说在安保条约框架内给美军提供支援。至于那些欧洲国家，不管怎么平时把船开过来跟美国一起搞这自由航行，没有一个敢说要跟解放军过招的。能表示敢和美国在一起，明确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涉，要共同进退的，到目前就是澳大利亚这么一位。不过呢，要澳大利亚跟美国共同进退有个问题，你往哪个方向前进呢？美国离中国远一点，可以玩它的分布式杀伤链，可以玩它的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反正就是不靠近中国。那你澳大利亚没有这个本事，怎么共进退啊？是不是也要前进到美军身边那些安全的位置，用打酱油的方式来参战呢？至于说共同退，那就更难了。美国什么体量，你澳大利亚什么体量？美国能够承受的损失放到你澳军头上，那就是灭顶之灾。美国、澳大利亚双方肯定是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目标，也会有相关的利益交换。不过呢，这种共同利益就算是长期存在，也并不是澳大利亚在美国盟友中有多特殊。而且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也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对华战略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现在呢，我们的媒体都说这个研究机构是在不断的诋毁中国，而2013年这个研究所拿的报告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写的是美国必须学会向中国的崛起做出正确反应，应该思考和中国分享权利。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写的是什么？是要欢迎中国崛起，推动中国和平崛起，并且确保地区战略竞争不会导致冲突。听上去2013年澳大利亚跟中国是一片祥和友好气氛，为什么到了2019年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风向转变？其实2013年的时候，澳大利亚这些个报告和白皮书里边还有一些文字已经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变化的两个根本诱因，就是澳大利亚认为要保证安全只能依附美国的保护，因为他们当时能够看到的大腿够粗的只有美国这一根。另一个诱因就是他们对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抱有了戒心，对这种戒心，我想来想去，只能理解为一件事，就是受害妄想症。所以中国这几年突飞猛进，就让澳大利亚这个症状严重加剧，加上价值观的差距，让他们急于选边站。其实澳大利亚人没有想明白，不管大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澳大利亚只要不干预，根本不会损失一毛钱。通过澳大利亚还有最近其他一些国家的小动作，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不能说没有缺失。我们一直是把经济联系放在首位，但是现在看来，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联系，不管对方多依赖中国市场，都不可能改变对方对中国的偏见。而除了经济，我们特别需要的是文化还有观念的输出。这不是为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而是要让其他国家的民众消除恐慌和误解。消除了恐慌和误解，才能够消除歪曲中国那些言论的土壤。而这个领域是我们长期的短板。我们以前搞的软实力文化输出，往往是老气横秋，官气十足，怎么入脑入心，那是一直没学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也要勇于主导地区安全。任何国家对中国有友好举动，就应该能够得到中国的安全保障，让周边国家的繁荣和安全看到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那条腿。而且我们的战略威慑能力也必须更强大，要抓紧时间突破绝对安全临界点。只要闯过这个点，
那就相当于是凯撒走进了罗马，拿破仑走进了巴黎。如何与中国相处，只要不是傻瓜，无论是谁都应该知道怎么办。至于说澳大利亚，我相信他们国内肯定也有聪明人预见到了这些发展前景。比如前总理基廷骂澳大利亚县政府的对华政策骂得就挺凶。如果莫里森政府真的有点不知好歹，在台湾问题上想干涉一下，那么我们也可以好好帮基廷一把，让莫里森政府的政治智商发育的再快一点。好，关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要跟美国人共进退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